我就不像是一个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人，好像我也没有真实的喜怒哀乐。想暴揍撕碎，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叮咚，信息来了，那血就像爆了一样。吓得全身无力，就惊能猝死的那一种。脑子里面有一个声音叫我跳下去。我也不敢睁开我的眼睛，我一睁开我就看到满屋都在飘人。在哪里？3点15分，快点儿！没了。自责的心理就上来了，然后就拿刀划手了。我觉得要想真正的抵抗那种磕磕绊绊的，像线条一样抖动不安的情绪，你就得去沉浸在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是很嗨，想飞下来；有的时候感觉被他附体了。他叫诺德，操控着我的身体，做出各种事情。就比如跑到楼顶，那天挺难受的。班主任还没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就被诺德控制了，拔腿就跑，就直奔操场，在操场拿了个刀，就割了吧。那个球门呢，班主任的眼神儿，就是有点震惊，又有点嗔怪，有点心疼。因为我在学校做的那些行为，然后班主任就不让我去学校，就是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小孩被逐出家门了。但是那些错也不是我想要故意去犯的。我会经常到这个地方，看他们跑操、上体育课、升国旗。就这个位置，我对这个位置感情就很深，天天扒着这个围栏看。就在这个地方，然后给他们递吃的喝的，就是我的青春啊。其实就是从这孩子不太那个啥之后，我们就买了这个，吃药对身体还是有损伤，就一直有这种想法，就想着吃点这个可以补一补脾胃。没有抱怨说我命运为啥，那就是为啥我摊上这个事儿，没有这么想过。我还好，突破之后，就是为了给我送来更大的礼物，更美的礼物。我一直就是这么样一个信念，从来都是，到现在还是。它有点咸。咱妈说的，有点咸。今天我加盐呢，是吧？好吃，比这才能好吃。那怎么了？最近，什么情况？害怕，然后晚上情绪不好。我看到人，我看到公交车马上就撞过来了，这都是我害怕，我怕你把我杀了，这不都是害怕吗？我昨天感受就是，我想死。然后，但是呢，我爸啥反应？他就说：“你别跟我说，你气我，你这样说怎么样？”就是，父母可能是第一时间是难受，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想法跟你们说也没问题啊。没有。然后所以我只是说你要做好一个你们是不是需要你每先次一次的说的时候，你想家里人那个伤痛是什么样的，那个情绪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没从这个坑里出来，好，又一个来了，我们还没有就是足够的力量来拖住这一块儿。就是我也不是说我死是威胁你们的，那是我的感受呀。我没有自己想死的这个心呢，没有这个感觉，所以我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我没有想要啥，我就是想让你们重视。不要往这想这个，想更光明的东西。我发现了，忽然发现了，你给我们当朋友看，当心理治疗师看，又作为父母的同时又多了好多个角色，并且想要父母承担起多个角色共同的一个作用。反正我感觉你们现在态度都是已经麻了。我最起码你们能重视呀，最还起码是这个点，你们能就是怎么样算重视？又回到这儿，怎么样算重视？就是停下手中的工作，问我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想的？就是问我。好，那我把这个记下来，以后只要你想说，你说这个时候我就知道，确实挺不容易，就没有放松过，长时间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越治越糟糕，走了9步退了1步，甚至有的时候你走了1步退了9步，就像溺水的时候，你本能的只是会往上去求生，你其他你是没有能力的。省内正常一天天的这几天很辛苦了。年龄周岁20，有几年没有上学。再过几天就21周岁。5月3号，21周岁。那我现在就是20。如果要用3个形容词来描述爸爸的性格，你用什么？温和，稳定，还有就是各种好的品质吧，什么好的品质，都挺好的。形容一下妈妈的性格。尖酸刻薄，严厉，焦虑。我觉得我妈心理非常不健康。妈妈同意吗？不同意。那妈妈自己评价说我的心理健康状况很好。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家庭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现就相互之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妈现在没有钱，很焦虑。一会儿蹦出来个事儿要花钱，一会儿蹦出来个事儿要花钱，一会儿蹦出来个事儿要花。工资不说，现在贷款就贷的就是这么多，或者第二职业或者干啥就没有。我想表达的是，他俩都面对着金钱压力，但是我爸不会，他爸给他焦虑。呈现的是没有焦虑压力。我妈就会带给我非常多的负面的情绪。就是尤其这几年就天天事儿太多了，就是这4年多时间，我妈妈走了，我妈从2019年的4月底做手术看病。基本上同步的就是悠扬，基本上就是医院加，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去白天照顾我妈的，晚上回来我就会在车里哭一场，然后我再上楼。确实，就这2年，上有老下有小嘛，对吧？要顾上头2位老人，然后还要顾悠扬。当时他的那个状态超级不好，我就一心想救他，我就去找大师，找风水仙，把我卡里的钱全弄骗完了。悠扬，你的感觉呢？妈妈比较长时间的在那说，你觉得？我现在状态有点不太好，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有点害怕。现在就是那个角落有个人，我感觉有点害怕。他是在听我们讲话吗？还是他在观察你？还是他是来找你？就在那就待着。所以你也不会来打断我们，说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我现在状态不太好。我平常都这样，我之前都这样，就是我不会说的。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扛着。对。我大多数的时候是不知道怎么办，
不敢反抗，也不知道怎么反抗。我一般就是自己缩到一团，缩在一个角落里或者怎么。这疤每一个疤都是一个故事。我生这个病这么痛苦，都没有人来关心我。我骨折了，都这么理解，都来安慰我，落差挺大的。我觉得生这个病比骨折痛苦的多。为什么就得不到关心？请私密咨询33号快旅发，诊室就诊。从初二最早出现情绪不好有原因吗？班主任很严厉。只针对你一个人压力，还是对所有人都很严厉？对所有人都很严厉，但是我感觉他在针对我。高二就没读吗？高二读了一两个月吧。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呢？高二。就是自伤。为什么要自伤？可能还是心情不好吧。觉得生活没意义。对，一出院基本上就停药了，一用就不吃药了。对，那跟我的这个观点，有关系。对，所以你要反省一下哈，我们要帮他治疗。然后之后就开始幻听。怎么样的幻听？简单的那种幻听吧，就是一些喘气的声音，然后脚步声音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旋律的问题，脑子里就是一直会有一段旋律。结合你说的这个诺德，很富有幻想的人当中会出现，所以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再加上自己的幻想特点，这个东西就会被不断的反复的强化。不用担心，你又要在某一个阶段会很严重的妄想，这个其实也是心境障碍常见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的治疗很复杂，我们现在就像抽丝剥茧一样，理这个线头，一步步来，不要太着急。你如果没有伤害自己的想法，现在情绪也相对平稳的，没有理由去追。我有伤害自己的想法，经常想死。很突然是吧？就是突然想死。自己要控制不住了，那就及时来。我们那个门诊、急诊都开着的，都可以追的。1个月后再来。对。好吧。行。多少钱这个？46块。哦，那我付吧。我付。你再把你赔了。你这个念头自己可控的。你觉得你是可控还是不可控的？不可控的。不是。就是你昨天晚上有没有这个想法？昨天晚上没有。就来上海之后有没有？人自杀，是吧？没有。那你有这个念头是和我发生了？不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有这种想法？没有情况，就是突然。不会。那这东西，行有，行。就这东西非那样做吗？就是我完全你想了，你想了，你不由自主想，你赶紧给它调整过来吧。我调整不过来呀，你觉得我能调整过来吗？别人这样也和你不一样，这样我说了和你不一样，你就立即开始对我。那是因为你也情绪问题。我情绪我觉得还行。啊，行，我也有情绪。但是我觉得是你的问题，是你现在有情绪了，是吧？我没有说就是我还是随便给你吵吧。我还是那句话，父母是天，对，这个如果父母做出一点点东西都感觉父母有情绪，那父母得低了成啥样才能在这个家里完全走路？对呀，我是很有压力的，我跟你说实话，我受不住了，知道吗？
我21岁，我吃喝穿都行，全是我父母给我了。我对他还这样一种就是模式，就是没有一种感恩的心。我觉得我很难做到，真的。我希望你回应我一下我的话，回应。不知道咋说，我也不知道该咋回应。你刚不是说你的安慰？怎么安慰？不是这样咄咄逼人的说法。如果不能做到，就你可能理解的说话都有。你想干啥？你赶紧说，说完了这事就过去了，别再说了。你想表达啥？想得到你的安慰和温暖的样子。我大老远跑，我不是为了你吗？我要求没有过分的，没有过分，没有过分。对不起，我错了。喂。我没法跟他相处，就是这样，相处不了啊，俩。我心口又开始难受，然后我真是俺俩说不成话，刚才又弄了一场不愉快。其实我也是超级委屈。我说那我应该笑着跟你表达，我应该笑着跟你说我想死，然后他就绷不住了，他就转跑，动不动就吵起来了，就是沟通不了，杯子一摔，包一摔，直接干，就这种感觉。想暴走撕碎，但理智告诉我不能。我化尘埃飞扬，追寻赤裸逆翔，奔去七月心肠，时间烧灼滚烫，回忆似回响，路上行走匆忙，难能可贵世上，散播留香磁场。我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无悔。感觉这个病挺见不得人的。有一次全家聚餐的时候，我也参加了，但是拍合照的时候我专门没有拍我，因为发给我姥爷，不想让他看到，因为本来我那天是要上学的，我也很想光明正大的生病，但是生的是这种病，大家都不能理解吧。这几年脑子里一直会响起这段旋律，每次这段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的手就控制不住在弹。
开心的时候想，不开心的时候想，生气的时候想，不管干什么事吧，你控制不了它，不一定什么时候会出现。直到那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就吞药了。我太难受了，我在你面前我看见你我就难受，压力太大了。你又哭了，我更难受。我可想支持你，可想给你温暖，给你力量，但是我也不想面对你。你不想面对我说，你就先不面对我，我能理解你，好吧？你能支持我，你对我很爱，我也能感受到。你这些焦虑压力，其实有些或者大多是来源于我了，是不是？那我又愿意去做，那是不是这些压力都会越来越少？我担心这些焦虑，相信我，你给我时间。这就像我之前，我觉得我是一个超级了不起的妈妈，我什么都会，我当过老师啊，我就觉得自己很懂教育啊，实际什么都不会，就这种就非常可怕的。在我女儿小的时候，我经常会用的词，你必须怎么样，你目的只有一个，你要把它长成的那个样子搬回来，搬成你想要的样子。哇，真发现自己的一身的问题啊！这孩子有情绪啊，真的是完全是我教育的错误的方式导致的。我的高光时刻就是在省人民大会堂，我领奖，全省就我这一个得了全国作文竞赛的特等奖。我爸爸就说：“光会写个作文啥用啊？”哇，一车人呐！我爸是法院的干部，我到现在都缺，就这种赞美，被赞美、被肯定，就追求完美，更多的是一种要求、指责。那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不喜欢的，是我不想要的。我不喜欢的东西现在我都有啊，就全都给了孩子啊，要求孩子、指责孩子，所以孩子就这样啊。所以你完全复制原生家庭的你的模式，你喜欢的、不喜欢的，通通，就像复印一样的。这种不好的就不要再复制下去，然后好的继续传承。过去啥呀？你去哪上？哎呀，知道我去，你去哪上？透明胶带一粘就行了。又不行了，因为没透明胶带嘛，透明胶带粘上不就可以了？你啥衣服没有拿？白袄。没有拿好啊，一身轻松。如果我这时候换成一种感觉，我带情绪的，丢三落四，丢蛋机，快回去拿，快去拿，又浪费时间，再咋办？好走，是吧？哎呀，我是俺家的这个晴雨表。我说天黑了，大家得记住眼；我说天晴了，大家先睁开眼了，日头揣了。我说天晴了，都晴了。就是你在不好的时候需要我们去支持一下，就是去理解一下，感觉是这样，是吧？我们俩就不能在一块儿，在一块儿就很容易冲突。我对他要求，他对我要求，我抠他的不是，他看我的不是，互撕，然后让我们的求和。所以你很害怕妈妈生气的。
对，我很想尽力的做好这个妈妈，但是我真的目前还不能做到，但是我尽力了。别人给我提建议、提意见，说我指出我哪做的不好，我是完全可以敞开接纳，我不会因为你否定我会去改进。但前提是我妈得开心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你只要说的有在理，或者你只要说真的是如此，你并不是来攻击你的人格，或者说攻击你本人，你不是带情绪的跟我说。所以妈妈也要求跟她在谈问题的人是情绪平和的。就是双方都平和。我很认可说人的情绪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而且人的情绪是要被尊重的，不要说我要强求，我现在要去跟妈妈，或者说去谈一个什么问题了，我一定要克制住。我会建议就是把爸爸引入进来，我们看看，就第三方的这个加入会让你们的这个2个人的这个场啊，就有一些不同的动力。你理解吗？你爸爸这个作用很关键，他得在随着我们的这个大轮子转起来。我们如果从家庭系统观来说，我们是不会说问题出在某一个成员身上的。那当家长的能量不够的时候，他就会传递给孩子嘛。特别是当夫妻双方就是关系没有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这个关系的话，那就很容易传递到孩子身上。就是我在想，如果是能住院，然后我妈跟我一起，然后改善一下她的情绪，借着你治病来治疗你妈，共同成长啊，我觉得可以。因为妈妈的情绪按理说是爸爸来承担嘛，其实可能你做了很大的承担的部分，也有可能。对，是。那实际上妈妈那边在失控的时候，不要你去承担，因为住在医院里，那其实你们俩又纠缠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把责任还给那个该承担的人，把一些边界慢慢放出来，那你就相对来讲会轻松一点。理解吧？你那么经过千难万险，就是让自己好好的活下来，那肯定要保存胜利的这个战果，让它更加可以好下去，好不好？来一会儿我简单跟妈妈讲2句。我说，第一，药一定要给我好好吃，医生不会害他的，而且他身上有这个特质，是我愿意相信医生。但妈妈一扒了，对，他就慌张了，因为你对他来讲很重要。是。你的纠结、你的焦虑、你的不平稳，你自己去处理。是的，你去看医生，是一样，他可以吃药，你也可以吃药嘛，对吧？就你稳定了，他才会好。包括你真正的跟孩子爸爸如何交流沟通的，你的焦虑能够让爸爸来一起支持吗？妈妈，你一定要跟爸爸多交流，跟女儿现在慢慢要拉开距离。你以后没事儿多往这儿去，我没事儿多往你这儿去。然后悠扬叫他解放了，咱的家都不用叫妞再操心了，就是这，腾出来精力做他自己了。我们现在还是都比较轻松、开心，充满希望。终于是个 HE 啥意思 ？Happy ending。Happy ending。好的结果嘛。好的结尾。这个医生。就是他不管怎么说，我都觉得对我不能离你太近。这种是可以的。这种是可以的。我也说不清，然后我也不知道。黑色的肥沃的土地上，有了绿色的生机和希望。我现在吃的是诗意，而不是糊糊。受不了了！哇塞！你早炕又早炕了，别说了啊！太扯了。我觉得人生需要一点点躁狂。他开心的时候我挺开心，他这种躁狂的时候我有点受不了。正在拍人生的大戏，这是何等美妙的时机，我们永远要铭记。受不了你了。大家好，我係歐露，我來自香港啊。你好呀，我係歐露，我喺上海湖區。Well, what shall I say, Mom? Hey everyone, I'm Olu from America. こんにちは。私はオルメドです。はい、
大家好。小的时候，我朋友不是很多，可能那些娃娃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会跟他们说说话呀，就像现在这样。然后我觉得他们每个都是有生命的，就是好像是他们是我生命的另外一部分吧，或者说是我生命的另外一种展现形式。大家好，我是欧露，我是一个来自迪士尼的音乐家。有的时候会在心里有一种想要尖叫的感觉，但是声音被困住了，它在我心里好像我没有办法把它发出来。空洞，漂浮，整个人悬浮在空中的感觉，我就不像是一个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人，好像我也没有真实的喜怒哀乐。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对我责罚好像还是挺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回忆起来的时候，我都是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好像是一个电影镜头。当时呢，可能是趴在地上画画吧，然后我的娃娃就趴在我的边上，陪着我一起。我妈妈大概是看到电视上有一个英语比赛吧，她就说：“来，宝贝，你说2句英语给妈妈听听。”是我当时没有任何头绪啊，我说：“你让我说什么呢？”我不要说。然后她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把我的娃娃抓起来剪掉了。然后我也不敢睁开我的眼睛，我一睁开我就看到娃娃的一只耳朵掉在地上了，然后后来棉花掉在地上了，就散了一地，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挽救它，我也没有能力保护它。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吧，这只是一个娃娃而已。怎么会因为这样的小事对自己的家人记恨这么久呢？我也不知道啊，我也觉得不应该啊。可是这件事情我真的就是每当我想起来还是会很痛。可能小的时候，就是当你做好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总是会告诉你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一定要不断的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就是你永远不可以停下来你的那个进步的脚步。我有的时候会感觉到
就是当别人对我很好的时候，我反而会陷入一种很大的恐惧，然后我就会觉得，天哪，那他要是有一天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好的话，他得多失望呢。咻咻！哎呀，差点帽子掉了。哎呀，今天开心吗？今天开心呀！刚才吃的可饱了，好吧，做饭特别好吃。哎呀，好吧，你看我小肚子都鼓起来了。是的，健身练出来的奥赛度。好吧，阿维亚。那我们明天吃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呀。吃海鲜啊！挑一家吗？太好笑了！哎呦，爸爸不要笑我呀！我现在看起来很凶的。我觉得我先生他特别的乐观，很细小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原来是洗衣服吧，我必须要那个洗衣机一停转，我就马上把它晾起来，但是他可能就是放一会儿再晾呗，有什么关系啊？后来发现它确实没什么关系。他很少肯定我，因为我是一个被肯定着长大的小朋友，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跟他展示一下我的一些兴趣爱好方面的一些小成绩，那他会就是说，哎，这有什么？然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后来他就是非常委屈的来跟我沟通这件事情吧，然后我那个时候是蛮恐惧的，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并不喜欢我家人这样对待我的方式，但我还是潜意识里就是不可避免的把它带到了其他人身上，特别是我的伴侣身上。他就是成长的环境里面偏向于打压式的那种教育，就他可能自身很优秀了，但是他也没有接受到足够的肯定等等鼓励啊之类的，所以他对自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啦，见外婆了，爸爸，我还想看外婆和妈妈吵架。哦，还有，外婆，今天我们吃什么海鲜啊？今天哪有？今天不都过了，还想吃海鲜吗？明天开始。明天吃什么海鲜啊？想吃啥就吃啥。哎呀，先热身一下，咱们走。哎，就是啊。哦，你看他特别明显就起来了哈，你看看。大臂不要摇。先让大桌子啊。爸爸加油！你俩背着我偷偷说了啥？他就是说你抑郁了，然后就是说有一段时间，然后就跟我讲了你的那个，还有说那次那个事件对你造成的影响，这种就是说对小孩子来说这是一个伤害行为，他当时有讲，然后我说我当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题，就是有点蒙圈儿，就是我就觉得竭尽所有的力量去爱他，为什么他还抑郁了呢？我就觉得我很茫然，就第一反应是这样子，他跟我不一样，我就开始反省自己哪里没有做好，就是这样子。能理解他，虽然觉得这个行为很幼稚哈，但是哎呀，真的缺少玩伴的孩子真的也蛮可怜的，就是了。我不幼稚啊，我爸爸幼稚啊。这行为就觉得他整天拿抱了个娃娃，也确实挺幼稚的。没有啊。我一直觉得挺幼稚的。外婆不喜欢我。那啥时候你就自己生一个吧。啊？你要把它刻上，这个高手临帖基本上是把自己的二次创作，二次创作。我跟我父亲结婚关系，我觉得因为他爸爸很爱他，他可能理解不了，尽量不在他面前说，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很想我妈妈，我也很难过，但是我不希望让他看到我伤心的那一面，我希望他看到我的永远都是快乐的、阳光的、美好的。越来越懒。是的，是。反正我外公就是一个非常喜怒无常的，哎，没有，在家他就不喜，就怒，纯怒。他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是你们的爸爸，所以我对你们怎么样都是可以的。他小的时候就是在我外公单位的食堂吃饭，然后就可能我外公的同事就会去逗逗他，逗逗我妈妈。我外公他可能是想阻止这种行为，但是他没有能力去对他的同事们说不，然后他的解决方案就是给我妈来一巴掌。因为我一直很努力的在脱离跟我父亲的那种相处模式，可能是我意识到我自己可能脾气啊什么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反省。就像他说的那个娃娃的那个事情，其实我真的是没有意识到我这样做是对他会有这么大的伤害，我就跟他说：“宝贝，对不起。”就是这样。这样。是，我觉得错了就是错了，真的是这样子。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他说我跟他两个人，你说只能一个人选择可以活下来，我肯定会选择死，毫不犹豫。就是这样，就是我可以给他一切，包括生命，这就是母爱。就上一次吧，上一次我儿子，然后就见到我妈，外婆啊。然后我本来以为我妈妈会摸摸他的头，结果我妈妈就摸了一下我的头，就感觉那个好温暖呀。好像他可以直接透过娃娃看到我。脑海里面吧，就是给他补上了一个葬礼，给他补了一个告别，想象他变成了一个小天使，然后越来越轻，越来越轻，然后就飞到了像棉花一样的云朵里面。然后我问他说：“你现在愿意再回到我身边吗？”然后他说：“我觉得我已经完成我的使命了，我可以走了。”
我希望的就是这一辈子能够幸福的、健康的、幸福的，这是我想要的。送你一首歌。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我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云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你看小狗在叫，树也会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真正的爱，它其实是没有伤害的，没有恐惧的这种情感在里面的。本身很多爸爸妈妈他可能也是从自己的家庭里面，他们没有学到很好如何尊重这个孩子和支持这个孩子和看到边界，这种养育模式它就是通过代际在传递，所以这个呢就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没有很好的被对待的时候，他就没有很好的经验来去做这些事情。我很希望他知道，就是我从来没有怪过他。因为我知道他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其实比这个严重1000倍10000倍。真正孩子需要的不是只有医生，他还是需要有一个能支持他的父母，所以可能更多元、更宽容来看一个青少年这个人整个人，而不是只是一面。这就是定制的，这就是我理想中想要成为的人，就是一个医生。我想成为就是这样子，就是戴着皇冠，光芒万丈的感觉。这2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的一个卡，就是我18岁的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我想捐献自己的眼角膜、器官、遗体。说白了，就比如说你要跳楼的话，那你那脏器都坏了，你咋捐？其实有这个想法也是在拉自己吧，不去行动，不去做那些行动。你这是为了干什么？申请学校。然后等学有所成，拿到毕业证再过来，肯定又是另外一番感觉。当时那么痛苦，那么害怕，那么恐惧，我能接纳我当时绝望的自己。跟曾经的我握个手。到目前，地震造成死亡28300人，受伤188000。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守护世界就是守护自己。哔哩哔哩公益。